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播出，真心真意安慕希长白山蓝莓酸奶最珍惜。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上芒果 TV 搜索大侦探限定卡，购联名款墩墩机享特惠。大侦探规则升级，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百变大侦探 APP 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百变大侦探 APP 侦探徽章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来，我们要搜身了。好，我们主要搜欧，好不好？你有什么东西？我们拿什么都没有。不可能，你有东西。什么都没有。有点美貌，美貌、美丽、智慧，除了美貌一无是处。老师你好，今天穿这么严实，这兜里肯定有东西。没有，真的没有吗？没有吗？那你跟我玩这个什么意思？敞开来聊聊吧。你们全都没有秘密吗？啊？那就只有他了。晕乎乎，一喷即晕，陷入重度昏迷。但是没用上，没开。这个就是昨天我收到了一个漂流瓶。漂流瓶是个邮箱吗？大海带来了一个漂流瓶，瓶里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字条，里面说：“你想要杀针吗？”明天8点之前把他迷晕在家里，剩下的我来动手。给我寄的那个人说：“你把里边内容烧了，把瓶子挂门口，证明你同意了。”挂门口了吗？啊，挂门口了。这个是不是也太飘了点啊？哪里有漂流瓶？西西，这，哦，是有的，侦探真的有漂流瓶在门口。我7点40我就到了他们家了，然后我就咚咚咚敲门，我说：“甄叔叔，我代替我妈过来给你送水果。”敲了1分钟没理，我说：“那我多敲敲吧。”我一直敲了5分钟门，里面都没有人理我。敲5分钟门啊！对，我好累啊！我就走了，对不对？然后注意啊，我7点50我就在庄园门口见到甄了。我在19点50左右看到他从甄宅里面走出来了。那么已知从他家门口走到庄园门口就要5分钟，其实相当于我刚一转身，他就出门了，他就从里边出来了。而且我回忆起来，我在广场见到那个打车的人啊，我只是看到一个大概真的背影，他戴了个渔夫帽，也可能就是那个打车去美食街的就不是真。不然他不会不开门。对。啊？
易容，你就是化妆成真出来的，对不对？啊，就是你，就是这么厉害你，不要以微笑来掩饰你的罪恶，我还能化妆成真，是不是？是不是你？因为只有你能化妆啊。我能化妆，我也不能把自己变成男的呀。那但是真的尸检报告是不能作假的。真是对，7点50到20嘛，那半小时死的吧？好，因为7点50到8点20。你敲门的时候是敲门7点40到敲到45，然后45到50我再往外走，然后我等于相当于我刚你为啥要往外走呢？你往哪儿走？往广场走。往广场走，因为我想他可能不在嘛，然后我过一会儿再试试，那等于他一直尾随着你吗？这个人就相当于是这样。他故意让你看见这人打车走了。小心。那个漂流瓶有点听上去很随机。因为是这样的，不可能是随机的原因，是因为我前一天就我掌握了真要杀我之后，我是自己在大海那边，就是夜里面对着那个礁石发誓，我说真我要杀了你，然后我就收到了一个漂流瓶，就是我明确的就有这么一个，就是别人可能掌握到我杀机如果不是这个的话，他不会随机找一个人跟他合作的。我们再看一看嘛，你再看看还有谁有东西啊？再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嘛，别纠结这个漂流瓶哪里来嘛。刘道家，去看看，去看看。这是我家，哇，咱们再找找，是不是？你看这个箱子，这是什么呀？生命监测卡。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那为什么是有血呀？是这样的，就是我不是发现他那个地下室了吗？然后我下去的时候呢，有个那个安检警报一直在响，就是我去那检测的时候就检测出来了，关检。然后发现就身上就是被装过一个这个东西。你身上啊？我身上。就相当于我就在身上找了一个这个，就是知道其实我被他抓，就是相当于他一直折磨我昏迷的过程中可能就被装过这个东西，然后他就一直在追踪他。对，一直在追踪我，他想检测我们。然后我就把这给取出来之后，我下去之后看见当时关我们2个水缸，然后我看到这有一个写着生命体征监测状态实验报告，上面写着1号，就是说已完成生命循环。是你吗？你是1号吗？对。哦，都在一室了，都还在你。对，因为我肉体没变啊。哦。然后2号就显示已死亡。这个芯片既然已经知道我是已经生命循环了，那2号这已死亡一定是准确的，因为我知道1号是我，那2号就是好朋友，我就确定好朋友已经死了。这是哪天的事啊？就是那天我下去的那天，等于形成杀机了。对。还有谁的屋要让我们看一看呀？陈哥的屋让我们看一看。你看看，这屋看看啊。哦，鱼头。3月30号勇士节巡逻安排，巡逻人员巡逻地：赵1、赵2广场东区、王友2南区、西区、北区，然后沉住气广场全区。这个是说明你给自己，我给自己安排的范围比较广，就是你去哪儿，你没在哪儿都有可能，对吧？因为你有可能去任何的一个地方。那这样的话，我真的要合理怀疑你是那个去组织别人杀的。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随时可以监测到有人约在家门口了，你进去咔就给弄死了。对呀，对呀。开始你的故事。来，坐在这儿嘛，跟鲁豫。真的吗？我不信。然后我听听你的故事是什么，说出你的故事。跟鲁豫。你看，我给你讲一讲我的故事。哎呀，是这样的。老师你好，欢迎光临。这一次邀请您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呢，非常的开心。我也是。那么请讲一讲您当上这个总队长，还有今天我们查到这些东西，今天的一天的流程是什么？今天流程就是前天晚上我不是发现了那个匕首吗？匕首。发现匕首了，我就说我要想办法杀掉他。然后我要怎么杀掉他呢？就是我想说给他写一封匿名信。然后就说我发现了你刺杀了前任黄金护卫队的队长，然后你必须给我一笔封口费。封狗费啊？对，然后封狗费，封口被谁咬了啊？封口费，然后我就这个用了一张匿名的卡给他发信息，然后他就知道他的这个罪行被人发现了嘛，他就说好，我就说那你就明天8点钟来海边跟我见面，带着钱啊，然后他说好啊，然后今天我就故意安排了一个我自己巡逻的时间。然后7点半跟大家这个汇报这个，对，你要在那儿那个什么嘛，布置完所有的工作就位。对，7点35的时候我就开始往海边溜达啊，我溜达到这个8点啊，然后他一直都没来，一直等到8点15他还是没来，然后我就回来了，因为8点半我必须得回来嘛，所以从海边要走回来需要15分钟时间嘛。然后我的计划就是在海边看到他，拿那个棒子，拿我手上的棒子把他敲晕，然后把他推到海里去。怎么就是你也是手工活，就是手工活，就是准备用自己的力量把他打死。我护卫队队长，我还用什么活啊？他很有力气。他本身不是要用硬鱼那个冰鱼把他打死吗？你就是用棒子给他打死。对啊，护卫队嘛。但是你棒子光天化日的，是不是有点？我那还是晚上去他家里边取头鱼的时候弄死的。我今天是8点多呀，海边也没有人啊，都在拍卖嘛。是吗？那么这期就到这里了，观众朋友们。那么下一期再跟你还没说完就已经。我们再来这个，谢谢你们啊，谢谢，哎，谢谢，我们下期再见。好的，我敢。谢谢，下次再来，下次再来啊！还希望请你下次做完。去欧娜翻翻吧。欧，你那个化妆的，让我们看看。化妆的没关系。啊，这就是化妆这个。对，主要是这个。有没有什么男人脸类似的这种？短发。没有。化妆的是因为我不想被认识我的人发现我的脸，就是我呗，包括真，所以我必须要化妆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哎，你传过徒弟吗？就是你把这交给别人，没有，这里谁学过你这招？没有。嘿嘿。嘿嘿嘿。哎呦，这鱼能打开啊！嘿嘿，2O。欧助理您好，调查发现，当年郝村长夫妇被鱼怪所害一事另有隐情。当时甄长老之子甄勤无意中发现郝村长夫人人鱼族身份，于是他借用村里流传下来的鱼怪用歌声魅惑并控制人类的传说，诬陷郝夫人，逼他以死自证清白。而甄勤的实际目的为利用此事逼郝村长下位，最终郝村长夫妇在逼迫下双双殉情而亡。哎呦喂！
此事真相被甄家篡改，郝村长夫妇被鱼怪所害，而甄家也趁机对藏匿的鱼怪大肆追捕，导致无与伦比村出现了许多单亲小孩，甚至孤儿。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村为什么有那么多？而甄长老斩杀鱼怪，成为了无与伦比村的英雄及新任的村长。有问必答事务所，2022年3月24号，6天前，自个儿弄一局啊，相当于是甄长老没有刺杀过鱼，是真情编的，是吗？他其实是殉情了。这是谁和谁啊？这是郝村长和他夫人。这是你的父母对吗？他是郝村长的小孩。对，因为当时呢，我爸爸是村长嘛，然后呢，这个甄呢就为了得到这个村长的位置，就放出了这个谣言，说呢我妈妈是这个人鱼族，她会唱歌，用她的歌声魅惑人类。我爸爸是被她魅惑了。我妈妈呢就受不了这样的污蔑，为了自证清白，然后就自杀了。后来我爸爸非常伤心，就殉情了。他们就放出风去说，其实呢是被鱼怪所害了。对对，然后他们就继承了村长的位置，而且还说甄长老是英雄。对。他们还收了很多人鱼族和人类繁衍下来的小孩。是。他先杀掉了大量的鱼怪之后，就产生了很多单亲家庭和无家可归的人，然后再把他们集合到真心之家。因为我们祖辈说，就是以前有这个惨烈的船难嘛，说这个鱼怪会袭击出海的渔船，然后咬落船员。鱼怪不仅可怕，还会唱歌来魅惑船上的人类。然后曾经这个鱼怪把我们的甄长老就给咬死了。然后真上了之后，他们也挑起了这个人类和人鱼族的矛盾。那是对，又开始了。哇，这样的话杀机就来了是吗？哎，所以你就是那个戴帽子的人，你反正也不承认或者不能说是吧？不是我，戴帽子的不是我。哎，你这个箱子被人偷过吗？没有，因为他这个易容，他可以拿你的东西去。他不用易容啊，他只穿了个只戴了个帽子呀。那怪你，你看人也太不仔细了。哎，等一下，他是不是说他要负责的是去把他弄晕？对啊，对吧？等于给你漂流瓶的那个人，他要亲自动手，他为什么？因为她是女孩子，所以她怕她自己一个人搞不定，所以她要你把她弄晕，然后她再去动手的时候就不会搏斗，就不会。你其实做的就是解除她的一定的反抗能力。对，明白。而且他告诉我是必须在8点之前把他迷晕。你为什么没有做到？就是他不开门是吗？甄叔叔开门，就等他出门喷他一下是吧？你看着，哎，8点了，算了，任务失败了，该走了。咱们再找找，是不是？去甄的房间和广场。甄的房间，但是还跟欧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对不对？你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哦，观众朋友们，广告之后更加精彩，信吗？好，谢谢。甄的房间能不能解开我那个被扎一下的谜呀？对，何为什么被捅了还没死？对呀。哦，啊？什么？有一个，这是。今晚是我验证鱼怪重生秘密的时刻了。对，我的。紧张又兴奋，给他们植入的生命监测器
故意放松的警备，希望这个局别让我失望。到了97年的9月30号，我跑回了海里。两条鱼口中说的重生到底会是什么呢？多年来尝试过998种除鳞方式，都以失败告终。重生或许是我最后一条生路。当晚故意放跑的1号生命实验体真的不负期待，故意放跑的1号。我跑回了海里进行生命循环。1号，啥？你是被故意放跑的？我是故意，那就相当于他是故意放跑，我就想监测我那个。他想去找鱼人的老巢。被当作怪物的滋味一定不好受吧？弟弟，你不是很乐观吗？你也品尝一下哥哥曾经的痛苦吧。好，弟弟真的是在最关键的时候都能帮我一把。如果不是看到他们俩隔着鱼缸击掌这一幕，通过那个小小的通气口，我用手去触碰了一下他的鱼鳞，再利用他和鱼怪的关系，鱼怪又怎么会把重生的秘密和盘托出呢？当我哭着将半死的河丢在鱼怪面前，求求他救救河的场面，谁懂啊？只要在这2年生物适应期内，弟弟使用鱼怪的心脏没有问题，那我就可以顺利的将心脏移植给自己。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成为人类，免受耻辱之苦，还能陪伴在西施身边了。其实我妈妈哦，可惜啊，弟弟，珍惜你生命的最后2年吧。那个所谓陌生人捅我的那个人，就是他安排的。对，是这样，他先放跑了我，然后确定鱼人有一套生命循环的系统，之后他捅了你之后抱着你的已经不行了，然后去找好朋友说：“哎呀，他不行了，救救他吧！”对，好朋友实际上就是用他的心脏救了你。对。所以他被捅了都没死。我们就谈鱼、谈海，甚至有的时候能安静的听到彼此的呼吸。然后就把好朋友的心脏移植在你身上了，然后你身上开始出现鱼人的那种排异反应。但是我有鳞片呐。懂了，他就需要回到生命树，选择重生。但是是不是就是因为你身上出现了鱼人的排异反应，所以说他还是没有把心脏换回去，还是说他在等这2年？他等这2年，他等2年什么呢？他做实验呀。 2年就适应期，还要相当于现在你身上测试有没有排异反应。没问题了，他就要把你杀掉，装在他身上。对对。天哪！死去吧！哎呀，气死我了！他是想重新移植一个心脏，他就想完全成为一个纯血人鱼之后呢，选择变成人类的话，就身上没鳞片。 对，但是你心脏这个已经多久了？你是哪年开始？200年3月30号，对，他说了。哦，对，那就是今天了。所以他今天其实也要杀掉你。那你杀机是最紧迫的。但这个东西在这儿啊。 对啊，我不知道。来吧，我们接下来寻找新的线索吧。这个吗？哦，这个。是这个吗？哎，这谁啊？张妈妈。哎。 照片后面有字。小溪小珍世界的最好。西是你妈妈吗？我妈从小就跟他认识。青梅竹马。那我爸爸是怎么回事？热爱旱冰的爸爸。不是你妈妈可能觉得你爸爸跟他长得像吧？
你们家仨人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说16岁生日前是你陪我提前过生日，我希望以后都是你。但16岁之后悲剧就发生，因为16岁之后就开始长鳞了。16岁若选择不进入大海，身体会长出鳞片。啊，这都已经批好结婚的事儿了。不是，这是他爸跟他结婚，他在旁边站着。办了，吓我一跳。你要结婚了，新郎不是我。我在最好的时间里错过你，我在最坏的基因里恨自己，是我自卑不够好，只能放弃。我的妈呀！新的自己就可以换新的身份，陪在你身边。就是可以以一个完全正常人的身份去跟他妈妈在一起。但是哎，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他对我妈妈的感情那么深的话，他就很恨我，对，他就一点不在乎。没有，他说了你是阻挡他们两个在一起的理由，所以他把你干掉。他觉得他自己马上就要变成正常人类了，最后可以跟你妈在一起了，那你又是最大的阻碍。关键他也不管他妈喜欢不喜欢他，现在还他妈也没别人喜欢，他妈现在就爱自己的儿子，把他儿子弄死，然后我再变成正常人。那你什么叫没人喜欢他，我非喜欢你啊？因为我妈只是说甄叔叔是好朋友嘛，对，也是他一厢情愿啊，对啊，没准啊，就是一厢情愿。他真的是有病吧？肯定是有病，他就是属于那种坏到那种一张自拍就是孙家佛，他就不配有任何亲戚。你说这个残留物就是那个食物吗？不是，就是给鱼吃的嘛，我觉得这是。这肯定是有个什么东西，哎，对，勒过。对，对吧？哎，对，这个发现是对的，是，这是绳勒过的。哦，鱼线嘛，鱼线是吧？对。我们再去找找有没有别的线索吧，好不好？哎，我找到了机关啊！鱼狂鱼饵。食用方法：本品为霸王鱼专配鱼饵，用料丰富，鱼吃不停，一口就来劲，越吃越疯狂，呈黑色不松散的丸状鱼饵。那就是里边那个。哦，这不是有鱼线吗？嘿，对呀，这不是鱼线吗？哦，朋友们，就是鱼线。有血。它应该就是那种很锋利、韧性很高的鱼线之类的，勒了一个环形的伤口。哦，它这个跟是一套东西。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让他吃，然后他就把它勒死了，对对吗？鱼还在一头啊？不是呀，他直接在里边拿人给勒死之后，他这个只用做机关，他这个不用做勒死人的东西不就完了吗？就比如我在里边，我先拿个线，咔勒死，勒死完之后这人就已经死了，就不用管他了，我就在旁边做机关就好了。它是分2次的。哦，就是他布置机关的时候，人肯定已经死了。如果把绳做成了机关，他还得出去再把它拿着。对，那他得回来把东西拿走。那个风扇只要取下来，人是可以通过的。不，他就在换机扇那儿把这个东西蹬走不就完了吗？哎，你要认了。请说。不是，我也要认了。
他想到了，他想到了，猜出来好不好？想到，快说。鱼在那边咬，它在外边瞪着，两边一使劲儿，等鱼把这个饵吃完了，它把绳抽出来，不就一切里面就没有痕迹了吗？哦，我们想想看，它怎么样在转的情况下，这条线能出去？它转的情况下，它那个风扇不是完全贴死在上面转的呀？对呀，有缝儿，对不对？对。你看它这个风扇不是贴死在这上面？对，它就这个意思呀。你看，我只要这样布置好，它风扇转不转的怎么了？然后当侦探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每个人都这么努力的分析，我甚至觉得我是凶手，因为一个凶手不能这么努力再分析一个案件。他把这个东西弄好，这样出去，他在外边瞪着，这头是鱼瞪着，他那边就开始摇，疯狂的摇，两边一使劲儿，他不就蹬下去了吗？弄完了之后，他这边一走，对，我甚至觉得我是凶手。对啊，漂亮。我是在拍灰，但是我要给我自己一点鼓励。但是就是先喷晕，对吗？还是得晕啊。那喷晕的那个人就是我你成功了吗？没成功啊。他没开封。如果我没成功的话，就是我看到的那个假针。假针，就是渔夫帽。我7点50我就在庄园门口见到针了，他戴了个渔夫帽，等于他要了2个人去把他弄晕，而我只是他要的那个目击者。至于吗？我是外置位的阳光开朗大男孩儿，阳光开朗大男孩儿，阳光开朗大男孩儿，阳光开朗大。哦，海面有东西，有个东西被海水冲上来了，我的妈呀！漂流瓶儿，有漂流瓶，冲上来一个包裹，拉着我，哎呦，小心小心，海浪水太滔天呐！深了，哎，哇，这是什么呀？帽子，啊！哦，另外一件风衣，另外一件风衣。我只是看到一个大概针的背影，他戴了个渔夫帽。气晕了，这个喷的。气晕了以液体形态储存，可以喷入人体，在吸入带有气晕了的气体空气中，将迅速陷入深度昏迷。哇哦，日日来日料店是另一个单子哦。你看三文鱼，三文鱼刺身、土豆泥沙拉，这个没有给具体时间了。哦，他吃了别的三文鱼和土豆，他不是吃的那家法餐店的。哦，对对对。您的杀人合作已达成，请记得完成您要做的部分哦。给钱就办公司。哦，他这意思是说他跟公司合作的吗？这个等于是凶手委托了给钱就办公司，对吧？然后他委托的内容是你把他弄晕，然后他公司留了一个纸条说您要那个已经完成了，别忘了您要做的部分哦。这是公司给他留的吗？是这样的，怎
一副大反派的手，就跳一个，我的天哪！一副什么都知道的开场。不是到最后所有人都说我收到计划，但是我没有干。是这样的。我知道了我父母的这个真正的死亡原因之后，我就想要上来去杀真。嗨，我就是他要和人合作。因为我是人鱼族，我不想让人鱼族跟人类之间产生更大的矛盾了，所以我就必须要做一个是完美的一个不在场的证据和一个完美的杀人现场，不能让别人知道是人鱼族把他杀了。然后呢，我就找了这个给钱就办公司，说我要找一个人跟我合作。那个人的负责的第一部分是进去把他迷晕，然后把钥匙给我放在那个门口地垫上。然后我去取钥匙进去杀他。这都能认啊？事发的当天，我去了现场，但是我到了那个时间之后，我去那等，没有钥匙，我就觉得是不是前一步那个人出什么事儿了，我就到那等来等去还是没来，但是已经到了那个要拍卖的时间了，我就又赶到现场。哎，那你这衣服跟这帽子什么意思啊？这不是我完成的第一步。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是找这个第三方公司，就给钱就办。所以这公司是个中介是吧？所以其实就是你找到我，但是你其实并不知道我并不知道是谁。你是这公司的？不对吧？不对呀，不对，不对呀，这个等于是他的合作伙伴的，对不对？对啊。可是你说的是漂流瓶啊。昨天我收到了一个漂流瓶。这是你漂流瓶的一张纸吗？有可能有两组这样的关系。两组这样关系，你们太可怕了。两组这样关系，因为我跟他，我的对应的未必是他。对。哦，我懂了。他的意思是，这是一组。我们说给钱就办组，就是给钱就办组织了两个人，一个人负责去弄晕，一个人负责去杀。但是他现在说他没有杀成啊。那另外还有一组关系是漂流瓶组，是他接到了漂流瓶，说让他去弄晕，可能给他漂流瓶的那个人是他的搭档，他要去杀啊。但是呢，他说他又没晕成。所以是不是给钱就办的这个晕的人做成了第一步？对对对。然后你的搭档做成了第二步。哦，我们是失败组的晕，他是失败组的杀，但我们原本不是一组搭档，对吧？但我的搭档跟他的搭档把这事儿干成了。哇！哎，精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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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如果他们俩说的是真的话，那就是我们三个当中有俩。我知道。哇！哎，而且现在这个双凶之间其实彼此也在猜啊，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搭档究竟是谁。我甚至觉得我是凶手。什么意思？观众朋友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侦探，下一期更精彩啊！自为之啊！哦，什么自为之？刚才我已经投错了，投哪人了？啊，真的，你刚才投谁了？投的当然是你啊！不然是不能是谁？你怎么每次都这样？发现我的故事没完你就投我？而且我们双雄投你2次。是这样的，时间线就可以盘出来了啊。等于两组杀手里边，第一个去动手的是有钱就办组的这个晕人的人，在7点40已经在里边了。那我可能是第二个点，7点40。对，因为他是7点50，你就看见他在这儿，就说明他已经完事儿了。对，我看见的是那个晕人的人出来了。哦。然后第3个进去就是漂流瓶组那个杀手，因为我们约的是8点嘛。啊。他进去，他也不知道我失败了，反正看着人晕了，他一样办嘛。然后给全就办组的杀手8点15去没杀着。等一下，你的漂流瓶里有说要把钥匙放在地垫底下吗？
都有方法一模一样，方法是一模一样，那就对了。给全就办组的杀手8点15去没杀着，不对呀、就是这组的逻辑最大的差就是他是7点50之前弄完的，他弄得比飘零皮绒组都早，然后让你8点15去，然后时间太长，时间太长了，这个时间长的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就是看，如果说两组，第一组的第一步比第二组的第一步前，但第一组的第二步比第二组的第二步靠后，这个就错开了是吧？你这样的话，我就感觉像是一个人干，就他相当于他中间要给自己留足够的时间，让自己再跑回来一趟。这个说没干，他有没有可能在时间线上撒谎？因为他这个时间确实拉得太快了。你纸条在吗？纸条被我烧掉了，日后积焚嘛。啊，我也日后记坟了。你们俩，那集中讨论来。来吧，老师们，我们看看海里有板了，海里漂过这个板，老师。现在等于这里面有2组关系。你看，我写了 A、B、C、D。那给钱就办公司的 A 跟 B 是一组 ，A 是负责晕的那个 ，B 是负责杀的那个。漂流瓶是 C 跟 D，C 是负责晕的那个 ，D 是负责杀的那个。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给钱就办组的这个气晕的这个人，他大概率就是我目睹的那个人，对不对？对，那他去了那个美食街的法餐厅，那个单应该是他办的，对不对？他去了法餐厅开了张发票。对。那么问题来了，给钱就办组是欧的搭档，他为什么要干三文鱼这么一个事儿呢？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人觉得真8点20的时候还在法餐店，凶手去搞了一份日料，然后去给真吃了，然后把他弄晕了，他就完成了自己的这个工作。然后他伪装成真的样子走出来的时候，被你看见了。然后他去了法餐厅，点了那份外卖，要了发票20寄回来。然后他再打车10分钟回来，刚好到现场。因为这个里面就会把真的死亡时间推到35之后，而8点半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开始拍卖了，所有人都在场，所以就提供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我想问一下，他为什么要打扮成真的样子啊？这个穿个风衣戴个帽子就能被餐厅认为是真吗？不，餐厅认为是真情这个东西，我刚刚想过，就是他没必要让餐厅知道他是真村长，就告诉开发票，我要真情。对呀，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人他这个风衣和帽子只是为了给张看。但是我想问，这个人他是有足够的时间策划和聪明到可以做这个吗？还是说你的计划细到给钱就办公司告诉你怎么弄吗？不是，其实我委托这个给钱就办公司，我的要求就是让他8点15之前必须要把他迷晕，然后我要在8点30做一个是完美的不在场的证据。迷晕之后，你的想法是要给他勒死啊？对，用腰带。用腰带给他勒死，然后所以你最终那个让他死的样子，并不是现在死的这个样子，对不对？对。侦探，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作为前面喷晕那个人啊，为什么找我合作那个人这点事儿要委托我办？他一定是很难接近真。喷晕的那个人的条件是他能接近他，甚至真正成功那个人还得能让他吃下那个三文鱼。对，而他的合作伙伴是要满足不能轻易接近真，他才会找合作伙伴。对，对，所以我是 B 嘛，我是 B 角。B 跟 D 都是不能接近他的 ，A 跟 C 都是能接近他的，或者不能接近他，或者在他清醒的时候没有把握能够搞赢他。你是什么时候给钱就办公司下的这个单？ 3月25号。
但不对啊，5天前的话，那我们基本上所有人的杀机都是出现在27号、28号，集中在2天前到3天前。我是昨天。目前我排几个就是 B 跟 C， 就是 O 跟我嘛。我觉得这个里面我们俩是不存在撒谎空间的，因为我们俩谁撒谎的话，另外一定能认，一定能认了。对，所以现在其实就是阴差阳错的 A 跟 D 把这事儿办了。然后我排的几个方向就是 A 的话，它是容易接近死者的，这一点跟我的条件一样。然后呢，有钱就办公司得非常清楚的知道 A 对他有杀机，才能把你们俩凑到一块儿。然后 D 要满足的条件呢，就是第一，他难以接近死者，他才要拜托我。跟这个一样啊。然后他1天前要听到我的喊话，就是也就是一样嘛，掌握杀机嘛。然后就是准确的把漂流瓶送到我门口，需不需要特殊能力？我们3个当中有俩，我觉得有刘。他是 D， 一定没我，因为我完全可以接近他。我今天晚上去他家取头鱼，我取头鱼的过程中，我把他给弄死，弄死完我就跳海跑了，我根本就不愿意待在这儿。陈，我是一直在考虑你有可能是张那边那个人，因为就说白了，你让张弄的话，因为我觉得你最方便一点是什么？就是相当于你只要看有人迷你巡逻嘛，你就直接进去弄死就行了。就是你可以跟前任配合特别快。我迷他的意义是什么呢？陈可以接近他，他直接进去一棍子敲死。真对啊，但是按这个盘的话，那就没人了。就是我也可以接近他，对吧？我今天晚上去取头鱼，我是100%，今天晚上所有人都知道我能进去找他的，而且我不需要任何人配合，我弄死他就走，我待这干啥呢？哎，我认吧，我杀的。啊？因为我太想杀了，我连我心脏被他掏了都不知道。啊！我觉得漂流瓶的人，也就是 D 啊，大概率应该要锁定在身上有人鱼的这个。那肯定的，对，他跟鱼能交流或者类似一个是我，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我只是开始长鳞片。一个是 O， 对吧？还有是个刘，对吧？好，那么这个是这条时间线。另外呢，我们再考虑一下 A 要有2个特点，一个就是它能够容易接近死者，这个里面锁的是我觉得啊，锁的应该是我跟陈。我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肯定会比较容易直接联想到我，因为我是他弟弟。对。但是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讲，我有1年没出门了。我今天说哥，我给你送饭。而且最主要，你刚才不是说后来你想开了吗？我在家里跟自己的鳞片和解了。和解了啊，但是没有试过真的出去。我1年多第一次出门，就是想到家里来问问哥哥，明天这个拍卖的头鱼是长什么样。然后我就找到了那个项目，我才有了杀鸡嘛。但是那个已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昨天所以我是杀鸡来得太晚，我来不及。我开始只是想跟他对峙这个真心之家的计划。那么陈也有一种可能性，因为陈是属于这个岛的整个的运作体系里面的，他是这个护卫队的队长，所以他进去，比如说带一个餐，然后我们跟你聊一下，比如说今天晚上的这个保安的工作啊什么的，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那肯定的啊，对。那你从证据的角度来讲，你觉得他非常不信任的一个人，我去给他送一份饭，你觉得他能吃吗？也没有到不信任吧。我突然今天中午给他送一份三文鱼加土豆，他能不能吃？但是也这5个人里面，谁也没有说天天给他送饭这习惯。如果是弟弟呢？
是这样的，我想说，甄并不知道自己的匕首被陈发现了，对，所以他跟陈之间所谓的不信任是陈单方面的感觉。我甚至连单方面的感觉都没有，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心脏被换了，所以我不会去参与这件事情。但是他知道他杀了我的爸爸呀。那他也知道他给我的心脏都换了，他今天要杀我呀，他怎么敢吃我的饭呢？也是不敢吧。而且最重要的是，我1年多没见，我突然跑过去送了一个饭，提前我在1点钟还跟他约了在拍卖之后见，这不是很蹊跷吗？那我不是更奇怪吗？但是呢，是这样的啊，我请大家判断一下，今天这件风衣是凶手准备的，还是他在真的屋里随便找的？这是不是2件一模一样的风衣？对啊，我怎么有点觉得可能是真房间里边拿走的呢？那如果是在真房间找的，是不是他就一定要确认真的房间里有2件一模一样的风衣？对。那么这个人是不是得对真的房间非常熟悉？因为他老巡逻，他见过好多回了，这个意思啊。这个是我踩他的原因啊。我再稍微问一下西西的事情啊。西西说他7点50看见了这个人去那儿，并没有任何人能佐证的，对吗？只有他一个人看见。他说他是目击者，如果他就是这个 A 呢？那如果你看，顺着你刚才说的，就是不管怎么做到的，如果你认为就是喷晕的那个人就是我，后面目击全都是一个假的时间线，那你认为我的搭档会是谁呢？但是没有，他给你挂皮让你迷晕，你这个药是哪来的呢？自己准备的呀。给陈旧办有给你寄药吗？我们跟给陈旧办没有联系啊。这下好棒，没炸出来，很棒，棒变棒棒。不，我来说一下我为什么不可能是那个去法餐厅的人啊。因为首先呢，去法餐厅的人他穿的这个风衣和这个帽子，他是需要一个被目击，他已经被店员目击了等等的，他有可能会有别的潜在目击者，对吧？然后，如果我一个人做这2件事的话，那相当于我自己是需要目击，然后我自己又假装这个目击者，就是完全多余的一个举动。如果我同时做 A 和 C 的话，那么整个这条线就会被隐去，你们就会在别人的故事里面听说谁谁谁看到了一个真。对你自个儿没必要说。谁会去干迷晕这个事儿？只能证明一个问题：杀机不重，不然谁去迷？就是你都能迷晕他了，你为啥不能弄死他呢？要不就杀机不重，要不就不方便。因为 B 就说白了，他相当于他是杀人的这个人。那 A 到底就是说我只是负责，不管是我是接到委托了还是怎么着，我只是负责迷晕他，然后把他扔屋里边，把钥匙放门口，但我就是不自己动手。谁能当 A 呢？A 他是不是只能证明几个事儿？要么就是我觉得就是陈，可能他是比如在巡逻，他没有办法那么多时间，他时间不够，相当于我迷晕抬进去把钥匙放门口快。要么呢就是我觉得杀机不够重。我的杀机还可以吧？对你杀机还可以，然后杀父之仇，杀机还不重。我的杀机不重，你的杀机，你这个很矛盾。我杀机又不重，但我又配合这么大一个计划。西西，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自己弄？你为什么漂流瓶让你就迷晕他？你的心理活动是什么？因为你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哎，我就是觉得这锅套不到我头上啊。
因为我并没有跟他什么不共戴天的私仇，就是导致我必须要亲。那所以说，我们如果认张是那个 C 的话，那 A 其实也得完美符合差不多这个定律吧？不然他为什么去当那个 A 呢？那 A 是谁 ？A 是何吗？对啊，和差不多吧。和差不多。因为和也是要被真杀的人。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我还先不能杀他。首先第一点，我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长鱼鳞，这个事儿在我们就是掏出那些东西来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点。那如果你知道呢？我如果知道这个东西一定会有迹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其实不知道他这个真心之家他最后在干嘛，因为我其实对于人鱼的了解非常的有限，我甚至还在怀疑我是摸了一下这个鱼鳞，我就会被感染，就是我还在搜人会被鱼传染吗？你知道吗？就是这些东西跟我的认知是不匹配的。最重要的是我跟他约了今天晚上，这是有铁证的。其实和真的是我的对照组，因为我们俩的杀机就是表层杀机都是发现了学校的黑暗，但是他可能在知道真要杀他这件事上撒谎，我没有撒谎，我知道真要杀我了嘛，所以我们都满足一个说真要死，但是未必是自己亲自动手，所以就是更像这个两个对照组的前半部分嘛。真的，现在就我们三个人类是 AC 的对照组，你们两个可能是 BD 嘛，对吧？我只能说一定没有，但是我现在只是在判断 O 到底有没有撒谎，我在判断到底是 A、B、C、D 还是可能只有 A、B、C。O 那个时间8点15那个动手时间，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就所以说我觉得有没有可能 O 是在实际上撒谎？他的意思是刚才时间线太挤了，所以有可能 B 跟 D 是同一个人。对。我在分析这个 O 的心理啊，就是他今天势必要杀，然后给钱就办说会找一个人帮你这个，但是呢，毕竟那是一个遥远的机构啊，于是呢，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出现一个漂流瓶的双保险？不然的话，他后面的时间 B 跟 D 真的要打架的，就抢的那么短时间就那么寸，但是如果这个两个晕的人撞到一起，问题不大我觉得，因为前面你只要在这个8点1刻之前把你迷晕，他双保险是 OK 的，对不对？他只要钥匙放到那个底下，而且这个漂流瓶就那么准确的给到他手上了，从海里飘来的东西。就所以说，我觉得有没有可能 O 是在实际上撒谎？他这样把自己摘出去之后，就是不管大家怎么票不对，因为一个真凶肯定能跑。那你们怎么票今天晚上都赢不了，因为你们要票对2个人，就你们就没有正确的组合。西西，你那个时间点是不是也是8点1刻？8点整，8点整放在下面。我在想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O 他没有办法在8点1刻到8点半动手，他就没有不在场证明了，这就意味着他的杀人时间得再往前挪。可是他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通知给钱就办说8点1刻之前放这个，对，已经啊。于是他就自己想了一个招，就是在29号的早上给张投了一个漂流瓶儿。因为他也是鱼族，他也可能可以有办法去控制什么鱼啊什么之类的。于是呢，可能就是在张出现海边的时候，他动用这个力量把这个鱼就过来了啊，漂流瓶就过来了。好，这样的话呢，他就拥有了多15分钟的操作的时间。虽然张没有成功，但是从他自己的时间点上来讲，他会更从容了。对，有2套选择嘛啊。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刘刚才他排自己的那个理由，能不能说得通啊？因为他就说他不需要不在场证明。我第一不需要不在场证明，第二我不需要帮手。我的行为是8点45进去敲晕他，就打死他、弄死他我就走，我也不需要帮手帮我迷晕他，因为但是你要弄死他的话，大家就会知道又是人鱼族把人类弄死了呀。他把我好姐妹弄死了，我管这些呢。
可是我的心态就不可以，我的心态就是不允许让别人知道是人鱼跟人又发生了冲突，所以这是我设计的完美犯罪现场。因为你妈妈是组长，所以你格局大一点。对啊，所以我没有格局的，只是一个小鲜鱼。好嘞，行，那么我们再听一下，如果是默认或者有什么推翻的想法吗？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吧。对，来，小虎，就是场上5个嫌疑人里面有2个莽夫，就是陈和刘，他们都可以见到死者，并且直接当面弄死。然后在给钱办公司的 A 这个角色的选择上，其实就是何和陈。但是我觉得从证据的角度来讲，我会更倾向于何要清白一点。我觉得我不会是1号位的人，是因为我要杀他。我是不会做一个晕他的人，因为他是我的杀父仇人。而且我也有我的计划，我也可以接近他。我的计划是7点半，我要在这儿给大家布置任务，对吧？布置任务之后，我就巡逻了5分钟。7点35的时候，我就往海边溜达。8点他要来海边见我，把他扔进海里就结束了。我绝对不会找给钱就办公司去杀他。对于我来说，我的所有的体力和能力都是最强的，在这个小岛上，完全可以直接杀。我再轻踩一下，为什么有可能是陈他会去晕，而不是去杀这件事情？首先第一点，陈是这个小岛的秩序的维护者。对，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血案当中，他应该要想办法把自己摘出来。他最后的终极目标是让这个小镇安宁。对呀。所以作为这个秩序的维护者，他一定要让自己的手是干净的。真死在屋里也不代表这个小镇安全啊。但是你可以维护这个小镇的安全。如果这个小镇有一个凶手和这个小镇的秩序维持者是凶手，可是2个概念哦。不是我的这个杀人方法怎么会让大家觉得我秩序维持者是凶手呢？我有很多的方法是可以让他是有罪行的，因为我比如说我知道他家有匕首，然后我也有我父亲胸口的倒模，对不对？我也可以直接说他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对不对？行呗，那我们就去投票吧。好，加油！锁到了刘跟欧，相对来说，刘呢在抗辩的点上是非常硬的，欧就被锁得非常死。我相信我那个漂流瓶也是欧给我的，他只不过做了一个双保险。那么他的搭档呢，也就排在了何和陈之间选择。这一票我投何爱海，是前面迷晕死者那个人。然后另一票就毫不犹豫地挂给了欧助理。要么封神，要么疯子。A 的这个角色，第一个可以跟他吃饭，第2个可以迷晕他，这2个步骤的人是陈或者是何。D 就只能锁1个人，就是你。大家都已经确认了 B 和 D 都是 O，C 又是这个张茜茜，那就剩下我和刘3个人，谁是 A 呢？刘呢有一套他自己的方法，他说他一定会在拍卖会结束之后去了甄家，在领这个投鱼的过程中拿鱼敲死他，所以我觉得刘不是，投他是不是对的？哎呀，我觉得第一票投给欧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票，我觉得，在我的视角里边，何跟陈都是有问题的。何的问题是说，作为一个弟弟，还是更容易给哥哥送吃的。但陈的问题是，就是他整个巡逻过程当中，就是我觉得他是最方便的。这里面我们排除了西西，因为西西他没有能够完成他角色 C 要完成的任务。那么欧认了他自己是 B， 但是他没有说他是 D。可是呢 D 呢又必须是一个能够跟鱼有一定关联的人。可是刘道家又有自己的冰雨计划，欧还是非常有可能既是 B 又是 D 的。那么 A 就只能是沉住气了。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非常应该联手做这件事情。我今天要挂的是负责晕倒的陈和负责动手的欧。还是那句话，今天要封神，大谱燃团魂。所以说刚才我们封神的时候，我全押韵呢，我一进来一直押韵。所以今天我还是投欧跟陈，虽然我也很怀疑何送餐这事儿啊，能让那个真去吃那2口饭的，除了何就是陈了。何是感觉说哥咱们这么多年没见了，弟弟不容易啊，然后他也可以给他吃，所以就是我这只能赌一把，但是我为了封神的情况下啊。好，欧已经对了，投给沉住气。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萨明灯老师，你在看着我吗？你来救救我吧！咱们别看着天说这句话行吗？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能封什么？能封什么？封神之路虽坎坷，但是这回我觉得差不多啊，是不是吧？还可以。请宣布。互联网普法节目《大侦探》第8季第10案中，谁是杀害真情的真凶呢？今天，大家一共投出了3对组合。哦，3对组合，坚持。听到3对，心里还是咯噔一下。对。3对组合分别是：我的天哪！欧助理和何爱海。哎，我们俩。对，因为他有可能吃那个饭，他去送。陈住气和刘道家。这是欧投的，欧投的，瞎投，这是欧投的吗？好，就是你。他嫉妒，小鲜鱼，我们终于相认了。不要，你唱个歌给他听嘛，他爱听你唱的歌。我唱不了歌了，我已经把我的嗓子给那个捐献出去了。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我真人。就算没有。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我真。你们这种组合法显得我更加是一个阳光开朗的男孩。还有一个组合，欧助理和陈住气。我们俩简直是，哎，没有意思，投我们俩。啊？观众觉得有意思啊，反正我们觉得就是一般正常，就是。只要投对了就有意思。3个组合中，票数最高的是我觉得应该是陈和欧。
为什么？欧助理和陈助器5票，请进铁笼。来吧，就光你们俩进笼子就够一梦的。来，走你，走，你先上里边请啊，走。为啥呀？哎呀！可以。来，哎，你锁上，你把门锁上，我把门锁上，锁上。对我的小谱好一点，我亲自来啊。现在怎么锁上，待会儿脸就怎么疼，好吧？欧助理和陈助器究竟是不是本案的真凶呢？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失败。就是这样吧，和。脸疼不疼？不疼，还行。本案的真凶是，和，谁？和。没错，我就是今天负责迷晕真情的凶手何爱海。我就是本案的凶手之一。何爱海和刘豆家。太阳高太老大的好，快过来加入我们！你在那干什么？哇，1秒都没有啊！我大侦探三傻，我这傻眼了，三傻怎么回事啊？哎呀，傻眼！不行，哎，把张国刚站我身边那个反应给我慢镜头回放一下。何爱海和刘豆家。太阳高太老大的好。他俩，我们一样的他俩。啊，杀疯了！我有算到他们，他是 B， 我是 B， 我是 A， 你是 C， 他是 D， 完全没有你啊！他什么都没做，他真的就是约他到了海边。那你这个 D 的抗辩也太硬了，这个太硬了。我觉得全都对啊。我们人鱼族的耻辱，我都信了。其实我开始觉得我是 A， 简直是写在脸上，但我就撒了一个谎。我的那个去他家翻出那个项目是3天前，不是昨天，所以我3天前就形成了杀机。我就是因为那个项目产生了杀机，所以我就跟有钱就办这个公司就说我想要一个计划，但是我不能动手，因为他是我哥哥。所以那饭就是你送的呗？饭就是我送的。对，就他送人家才吃。那你俩已经互认了，等于没互认，猜出来的。你知道不是欧吗？当然不是欧啦。因为我知道一定不是欧，所以我想了一个新的逻辑，就是漂流瓶也是他放的，就是他要往时间线往前挪，这样就把他带进去了。但事实上挪时间线是我自己的主意，我要做这个不在场证明，所以我必须要在更早的时间完成这个计划，而不是欧跟我约定的8点1刻，因为我想8点1刻之前多久都可以，所以我是7点50完成了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就被西西看到了。还有你们确认的那个时间线1点，只是因为我真的1年多没跟哥哥联系了。我1点问他的时候，是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每天都干嘛，所以我说我1点钟我就问他要干嘛。他说我现在忙于做头鱼拍卖的准备。对啊，所以就说明他会在家里啊。然后你就拿着吃的过去了，也没给他再发什么信息什么这些事。对啊，我就去敲门，我说哥，那个我带了点吃的给你。那你带吃的来，那另外一张吃的票呢？吃完了之后，我就把他喷晕了。喷晕了之后，我就给他披了一件那个大衣，因为他其实这几年都穿这衣服。然后我给他把他的大衣给他拿出来穿上，就到那个法餐厅去，在那儿吃了一顿饭。那饭是我吃的，我吃完了之后，我说你给个票，你寄到我哥那儿，就证明我哥去那儿吃过饭。
哦，大老师封神，封神。玩剧本杀当大侦探，上百变大侦探 APP， 有请侦探助理送上百变大侦探 APP 为大家提供的侦探徽章。好棒哦！好，这是我们自己拿啊，谢谢。我中间有一个剧情是我长出鱼鳞之后，我有一度很痛苦，然后呢，我就开始躲起来不见人，然后我也确实是被整个镇的人来歧视，直到后面我说我跟我自己和解了。我觉得这个其实很不容易，但是还真的得努力做到。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特质，那是。那有的人会歧视说你这是个缺点，但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特点。对。包括像今天是讲到了不同的物种，那到底人鱼是不是鱼怪？人鱼和人有没有可能和平相处？那我们有的特点是不是可以跟别人和平相处？最重要是你自己能不能接受。所以在这个思考当中，其实我有一个感受，就是我的哥哥就是因为他不接受自己是个人鱼族，就是因为小的时候被我的父亲看不起，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悲剧，导致了他后面的那么多畸形的做法。所以今天欧说了一句话，其实我很唏嘘。他可能明明知道自己的幸福是被真伤害的，但是你听完真的整个的成长，你也说了一句他也好可怜。所以我想，可能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或者我们和旁边的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够接受自己，能不能接受跟你不一样的别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在这一案里我最大的感想。其实真长老才是更恶的那个人啊。因为他其实本身为了上位害死了前任的好村长，而且他用的是污蔑鱼怪的这个，然后真长老干了之后还把自己塑造成了这个，而且他还娶了个渔人，还虐待自己的儿子，很扭曲的，很扭曲的这个人。我有很多的人都会，就是甘愿做这种被舆论控制的大多数。就是因为一个真，然后他散播了一个谣言，然后一堆人就愿意听信一个谣言。其实人跟人一块共存一个世界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就因为几个谣言，我们宁愿去破坏这个和平。我会提醒我自己，在生活之中，不要因为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些谣言，就不愿意相信那些美好了。不知道从此以后这个无与伦比村能不能成为人鱼和人和平共处的这么一个角落，但是真的希望就是这里可以恢复本来有的这个良好的秩序。我特别大的感受就是从我的父母开始，因为他们是真心相爱的，但是他们俩真正相爱的时候，爱是可以打破一切障碍的。所以我觉得当大家用爱去看待对方的时候，就一切都会变得特别的美好。我们应该更加包容他们。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播出，真心真意安慕希长白山蓝莓酸奶最珍惜。谢谢。玩剧本杀当大侦探，上百变大侦探 APP。本节目由百变大侦探 APP 赞助播出。I'm sorry。来吧，不管怎么样，我们人和鱼和谐相处，最后一起扎个猛子吧。哎，怎么没有我们俩？不把我们俩放出去吗？可以啊，把这笼子给推下去，你们俩在里头就不好。一起到海里嬉戏一下，好不好？对，你都把我们冤了，还不给我们放出来？什么的啊？行，是我搁进去的吧？啊，你们自个儿走进去的啊。手拉手，扎个猛子啊！扎个猛子！来吧啊！ 1、2、3。大白话真相，欢迎各位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吉吉思君。首先，让我们欢迎最高人民法院的郭慧法官和肖丹法官，以及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沈一斐沈教授，欢迎3位。小七好，沈教授好，各位观众好，我是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刑2庭的法官郭慧。我是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刑5庭的法官肖丹。大家好，我是来自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沈一斐。那今天我们这个故事呢，聚焦在人类和人鱼的故事。由于环境的污染、生存空间的压缩，原本生活在水中的人鱼回到陆地上，因为相互吸引，
诞下了后代。但由于人类的私欲偏见，将人鱼妖魔化，成为了怪物，自此两个物种走上了对立面的方向。而为了防止拥有人鱼血统的孩子们在成年的时候走向海洋，以真为首的人就开始规训他们，抑制天性，阻止他们接近大海，满足自己的控制的欲望。所以话不多说，我们聚焦本次案件，大侦探合议庭第10案现在开庭。本案发生在村中的头鱼拍卖现场。为了纪念当年村长勇敢地杀死了人鱼的英雄行为，而现场拍卖的头鱼呢，也将成为节日当中较有特色的传统。但是在今年的头鱼拍卖现场，却出现了真死亡的案件。那现在也请各位帮我们的凶手定罪，以及给出量刑建议。在这个故事当中，刘和都想杀死甄。所以呢，是分别实施了直接杀人行为或者是帮助行为。依照刑法第232条的规定，都构成故意杀人罪。那么本案呢，还存在共同犯罪的问题。依照刑法第25条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2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刘和何构成故意杀人共同犯罪，应当按照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进行处罚。在这个故事里面，甄开办了真心之家，他明面上说是为了收留孤儿，但与此同时呢，他是在贯彻的是仇恨教育，通过洗脑甚至是残酷的惩罚过程来让未成年的孩子们来恐惧大海，憎恨人鱼。而这种方式呢，是否构成违法？如果真心之家的管理者或者是老师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手段，比如说殴打，不给饭吃，那么如果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情节和后果的，则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虐待被监护人罪等等。其实你看教育的方式里面，我们这几年更多的强调，其实控制的方式，其实从来对教育来讲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我们人们可以因为恐惧我不做什么事情，可是那种体罚也好，极端的教育也好，控制也好，它是无法激发一个人想要积极主动的努力去做一件事情的。你跟孩子关系好是首要的。你先把跟孩子的关系搞好了，你才有影响他的方式方法。如果你只是想着说怎么控制他，实在不行把他甩锅，你没有办法去改善和他的关系，其实你对他就是没有影响力的，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我是希望我们家庭教育里面能把家庭关系的和谐放在第一位。是的，我们所谓的教育，它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对，一个健全的社会人。那么我们所强调的素质教育，实际上咱们国家很早以前就提出，一个学生我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能用拔苗助长的方式，对，更不能用打压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不能动用暴力手段，因为最后这个手段很有可能就触犯了刑律，那么要被追究法律责任。你想通过打一顿或者极端的教育能让他爱上学习、努力学习，这其实几乎是不可能的。控制手段不能带来一个人的上进心，而教育其实总体来讲是引导一个人能够怎么去和自然能够和谐共处，跟他人能和谐共处，这种向上的生活的。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合议庭其实不止一次一直想普及的。这不光是一个法治理念，这其实是一个教育理念的事情，而且它也关乎着孩子们未来的成长道路上，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的偏失，会使得孩子未来某一步可能触犯到了法律的边缘。所以我们也希望他能走正道，才能够接受一个好的教育。今天我们这个故事的大背景其实就是环境保护，请各位为我们介绍一下，在我国关于动物保护的法律究竟有哪些？有野生动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渔业法等等。刑法呢也专门设立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那在这个案例中，人鱼如果放到现在，那肯定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那么真实施了杀害人鱼的行为，那就有可能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那其实我也知道，在近年来关于野生动物保护法不断的在新增和改进一些新的内容出现，那其中修改的重点在哪里？我想借这个机会，能不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野生动物是地球上所有生命和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生存环境、生存的现状与人类也是息息相关的。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制定和不断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2022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又进行了修订。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
2是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3是加强外来物种防控，4是做好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衔接，5是完善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野生动物管理制度。其实除了这个刚才肖丹法官所介绍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我们还有一系列配套的行政法规以及司法解释。我们两高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联合出台了关于审理妨害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刑事案件适用法律最高问题的解释。那么这个解释里边呢，对于妨害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我们明确了相关的定罪量刑的标准，同时也对我们司法实践中我们所处理的一些案件所确立的一些比较好的规则予以了吸收。那么在这个司法解释的第13条，我们明确了相关的规则，比如说，如果这些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被列入了行政主管部门所规定的这些名录里边，或者说它的人工虽然没有列入名录，但是这些动物实际上已经被大量的驯养繁育，已经被作为宠物来繁育运输，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当然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它不应承担相关的行政责任。你比如我们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里边就明确，跨县运输，那么要取得行政主管部门所核发的那么标识，能够溯源到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要确保不被滥用。我们保护这些动物，同时也要防止什么呢？外来物种的侵害，可能会对当地的生态资源，甚至是当地的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看似是在做善事，实际上是做了2个恶。没错。那么我们刑法里边也明确规定，你如果非法引入放生这些外来物种，也是要被追究相关的刑事责任的。我们看回故事里面，是人类和人鱼这2个物种之间一开始也是互不侵犯、和谐共生，但是由于人类的社会活动的不断发展扩张，造成了海洋的污染，压缩了海洋生物的生存空间，才有了人鱼上岸活动。又因为不同物种之间这种刻板印象，导致了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矛盾斗争。那对于这样的问题，各位老师们会怎么来看呢？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其实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体系中，天人合一的基本内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其实你会发现这几年我们有个叫绿色 GDP 的概念出来。这个绿色 GDP 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时候，同时要兼顾环境的这个发展，同时要兼顾其他生命体的发展。因为人类也发现，人和动物、人和自然界关系越和谐，其实才能保证人类更好的生存。而同样反过来，其实人类并不是这个自然界的主宰，其他的万物也跟我们有同等的生存的权，我们不能够压缩其他物种的生存权，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我们要美美与共，让不同的美能够共存。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对我们未来的社会的发展还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社会是越来越多样化的，如何去处理这个多样化，也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考虑的。这种如何构建人和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能够给到我们？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从自身做起，就能够很好的践行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么一个理念。对，从社会层面，其实法律体系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但是社会除了法律以外，其实还需要有道德。为什么需要道德？就是一个个体的成长、个体的生活，它其实不能是完全自私自利的。你如果完全自私自利的话，你自己是生活不好的，别人也生活不好。而这个道德其实不仅仅是只是考虑人类的生存，也考虑整个社会的长期的发展。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好了，还得考虑下一代人他也要能够生活得好。当然，整个社会还应该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教育，生命的教育、自然和谐的教育等等。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再次感谢3位今天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分享了这样精彩的内容。今天的案件到此就结束了。在人类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无法避免与自然的交互，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需要每一个人用实践去践行。而故事当中将人鱼和人类对立，建立仇恨壁垒的做法，也是在警醒着我们应该遵循人性自然的选择。教育并不是唯结果论，也要注重人性的关怀和心理的成长。那大侦探何以婷本期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大侦探8联合微博、华东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全国5所政法高校共同发起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主题活动。本季全新升级2.0模式，诚邀微博网友一起分享、讨论节目中的法律知识以及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推动全民普法教育。上微博带话题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大侦探，发布相关视频、图片、文字，分享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或观看大侦探合议庭特别节目的观后感，即为成功参与。今天这一案我觉得很有趣，人物之间的关系很好玩。包括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物种跟我们之间发生的一些矛盾和冲突，包括一些情感，都是让我觉得格局很大，但是又很温暖。我做这个护卫队的队长，最想做的就是能够让人鱼和人类能够这个和谐的共处，然后让这个海在我们心里不再那么的恐惧和遥远，然后我们人和鱼或者人鱼不同的物种都能够互相有爱的共同生存下去。虽然一开始我们面对的是谎言，但是我们心中有爱，就可以把这个谎言变得像童话一样。不管是人与人还是跨物种之间，其实大家的交流还是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的。很多东西它造成的伤害其实会承接一辈子，双方的和平相处其实维持是最难的。今天故事里面每一个角色他们都曾经遭受了很惨痛的经历，而这些经历的源头其实就是来源于2个物种的对抗。人鱼族和人类其实原本是和谐共处的，但是在故事里其实是出于某一个人的一己的私欲，造成了很多悲剧的产生。所以我们要有更强的包容性，去关怀，去感受，去有同理心的去对待那些和我们看上去不太一样的人或者生命。在这个村子的历史上，曾经是有过和平相处的历史的。那怎么会因为一些谣言和私欲而变成这种彼此敌对跟排斥的状态呢？这是我们要反思的。它里面其实也有一个像甄长老这样的人啊，制造了很多谣言，把整个村子控制在这样一种恐怖的封闭的状态中。那么我们生活中是也要提高自己信息甄别的能力，不要被谣言牵着鼻子走。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表达的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对于不同于自己的事物也好，物种也好，生命也好，有更多的包容性和同理心。并不是说同理心就是矫情或者怎么样，但是同理心就是区分人类和其他事物的东西。明明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就因为有人在从中搅乱，去说一些很奇怪的话，然后大部分的人就更愿意相信那些奇怪的话，而不愿意相信一件本来就是很美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认为这件事情是美好的，我们就要忠于这个美好。现在我们生活的星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智慧物种吧，但是我们其实对其他的生命也是持一种尊重的态度，一种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平衡。我们仅以取我们所需为维持我们的生存和社会运转而向自然去索取，而不能无限制的破坏我们跟自然之间的那种平衡。我们需要对于任何的物种都要有一个更包容、更关爱的心态，要相信爱，要接受爱，对，然后要给予更多的包容给世界的万物。大海是很丰富的，但是你把就是一个物种形容成恶魔，然后塑造所有人对大海的恐惧，甚至禁止大家去接近大海，我是非常反对的。所以他用了很多办法去给大家传递大海的魅力，传递大海的丰富，传递大海的这个宝贵。对于自然也好，对于环境也好，我们每个人应该抱有的这种比较正确的态度。你对大自然当然有敬畏之心，但是你更要懂得说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应该和谐相处的。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实时 get 节目精彩瞬间。
上微博参与大侦探话题页点评，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新闻客户端 Zaker 界面新闻特别合作 WiFi 万能钥匙 YY 直播墨迹天气智行怪兽充电智联招聘。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